2022年9月5日中午11点30分左右，新北市永和区警署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报警人声称他的同学失联有1周了，怎么都联系不上，发给他的赖信息一直都是未读状态，希望警察能够帮忙寻找一下。接到电话的永和民警起初以为这可能就是一起普通的市民失联事件，但还是耐心的在电话里面与这位报警的女士约好，希望她能够亲自来一趟警署，把具体的情况说明一下。警署这边也好派出相关的民警和她一起前往。当天下午5点40分左右，这位报警的女士相约来到新北市永和警署分局德和派出所，与民警见面后，这位女士告诉民警，她姓张，她要寻找的男人姓梁，名叫梁纳克，大约40岁左右。她与梁先生同为新北社区大学的同学，关系一直很好，经常联络。但是两人于8月30日晚间7点多最后一次联系后，已经过去了5、6天的时间了，还是一直无法取得联络。情急之下，不得不向警方求助。派出所民警顿感事有蹊跷，立即驱车，在张女士的指引下，来到梁先生位于新北市永和区志光街的一处5层楼公寓的3楼的住所。就在民警与张女士到达梁先生住家的大门口后，一股刺鼻浓浓的尸臭味扑面而来，在场的人员速感将有大事发生，立即联系开锁人员。就在房门被打开的一瞬间，将要进入房间的民警差点又退了回来，臭味实在是太大了。9月的新北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但令在场民警不敢想象更为震惊的场面正在等着他们。就连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在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都感叹道：太残忍了，这是有什么深仇大恨，至于如此狠毒？家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新北警察为何如此感叹？房间里的情况与张女士寻找的梁先生又有何关系？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一下发生在台湾新北市永和区的恶性杀人事件——新北永和梁纳克分尸案。公馆商圈监视器拍下狠心杀害。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平面图，就是事发当日的梁先生住所的平面图。就在办案民警进入房间查看情况，推开位于客厅右手边的第一个房间时，民警被当时的情况惊出了一身冷汗。我靠！房间里发现了一具已经发黑肿胀的遗体。聪明的家人们，你已经猜到了，这不是一具完整的遗体。这具遗体的头颅已经被利刃砍断，双手和右脚也被切断，只剩下躯干和左脚。现场大片的血水已经变干发黑。现场的情况曾一度让新北警方怀疑，这里很可能不是第一案发现场。根据死者被如此分解的情况来看，现场不应该如此干净，血量明显与现场的情况不相符。新北警方并未在现场找到死者的头颅。很快的，办案警察在现场找到了6把刀具，其中4把外观较新，4是刚刚购买的刀具，另外2把是旧刀。从功能属性上划分，其中3把是菜刀，3把是剁骨头的钢刀。这6把刀是否都是凶器，还需要见证人员进一步采证，看看是否有血迹反应。新北警方立即封锁了案发现场，在进一步搜证的同时，另一组警察开始对周边的民众进行走访。根据走访的结果显示，这个房间应该住着2个人，躺在房间里的那具遗体应该就是张女士寻找的梁纳克先生，另外一位就是梁纳克的长兄梁志超，目前不知所踪。新北警方很快了解到，死者梁纳克家中共有9位兄弟姐妹，梁纳克排行老6，现年54岁，是最小的弟弟。不知所踪的梁志超是老大，现年73岁，比死者足足大了19岁。另有4位兄弟，3位姐妹。大哥梁志超退休前在外交部门担任司机一职，退休后靠着领退休金生活，与6弟，也就是死者梁纳克，还有年逾90旬的老母亲3人同住。2021年妈妈去世以后，目前只有2兄弟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邻居阿姨说，他们在这个房子里已经住了近20年了。随后，新北警方立即联系上了9位兄弟姐妹当中的其他7位，唯有大哥梁志超无法联络。
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另外，梁家近邻阿姨反馈的信息，两兄弟似乎并不和睦，经常会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发生口角。两人母亲还没离世的一段时间里，就曾因中风母亲使用厕所时间太长，大哥梁志超不耐烦的催促，遭到小弟的制止。没想到两人会因此发生争吵，大哥甚至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出言恐吓：“你看看我敢不敢？你以为我不敢杀你？杀掉你这个垃圾！”当时小弟就曾经提告家暴。此外，小弟也曾在2020年、2021年间与大哥争吵后，对大哥提告恐吓、妨害自由及损毁等罪。会不会因此结怨？难道死者的胞兄会是作案的真凶吗？就在死者姐妹赶到现场的时候，她们集体失声痛哭。最大的一个姐姐说，小弟那么善良，母亲的生活和看病都是他一人照料，为了照顾母亲，他都没等到退休，就在新北地检署办理了离职手续。大姐表示，小弟离职前在地检署从事法警工作，虽然说各自成家后来往渐少，但大家都知道，兄弟姐妹当中最善良、最懂事的就是年龄最小的这个小弟梁纳克了。这一点在后来电视台采访梁纳克的地检署旧同事也得到了证实，但同时旧同事也证明了离职后的梁纳克经济状况似乎出了问题。按死者过去也是台北地检署的法警，老老实实的，然后就是勾一人很客气，遇到就跟人家点头啊，体格也不错啊，外面的关系也不会很复杂，大家在一起好几年都很有感情啊。资深法警对他印象深刻，是大家眼中的好好先生，因为他的一些状况其实不是说很好啦，所以之前也有给他一些这个关怀或是慰问。为了照顾母亲，梁家小弟离职后一直在家照顾母亲，除了日常服侍以外，还要经常跑去医院帮忙拿药。断了经济收入的小弟，家中经济全都仰赖大哥的退休金。谈起对这两兄弟的印象时，邻居阿姨说：“他哥哥感觉怎么样？不太爱讲话，不太爱讲话，不跟我们打招呼。啊，弟弟嘞？弟弟很和气。由于一直无法与梁家大哥取得联络，办案民警立即调阅了附近街区的闭路电视画面。随着闭路电视画面的曝光，案件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身形偏瘦、身高约1.7米、拖着红色行李箱前行的男子，就是梁家的大哥梁志超。根据新北警方调取的闭路电视画面显示，9月5日晚间6点15分左右，梁志超就带着红色行李箱去搭公车前往台北市方向，期间在公馆一带下车。另外，梁家附近的闭路电视也拍到，就在死者梁纳克失联当天8月30日的次日9月1日下午1点钟左右，当日常前来收垃圾的垃圾车抵达死者住处新北市永和区之光街一带时，梁家大哥正在若无其事地出门倒垃圾。期间，他曾向其中的一位邻居问询垃圾车什么时候可以到，邻居回复他应该很快了，一般都在中午左右。新北警方此时怀疑梁家大哥胸前抱着的垃圾袋里装着的很可能就是现场没有被发现的死者的头颅。至此，梁家时年73岁的大哥梁志超嫌疑人身份基本确立。根据新北警方沿途调阅的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嫌疑人梁志超自9月5日下午6点左右出门后，总是带着一个醒目的红色行李箱。闭路电视拍下的行动轨迹表明，他的活动范围几乎总是会再回到人潮拥挤的公馆，警方也因此埋伏，趁他等公交车将他逮捕。同时，公馆商圈的闭路电视也拍下嫌疑人拖着行李箱行经公馆商圈快餐店外，虽然他刻意戴上了渔夫帽，还戴上了口罩，虽然想要表现得很低调，但是随行拖着红色行李箱走在街上实在是太醒目了。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如果行李箱里面真的装有遗体，恐怕路人经过也等于是跟被害人擦身而过。闭路电视的画面清晰地记录了嫌疑人走到哪里，装扮都非常的独特，带着紫色的背包，一身黑，戴着帽子，却拖着一个大红色的行李箱，而且行动范围除了永和之外就在公馆。从地图上来看，
从警方追查开始，9月5日晚间7点30分，他就去公馆待了一个晚上。隔天6日上午8点15分离开公馆，到台北车站，甚至一度传出他躲在厕所里。结果就在下午4点40分，出现在公馆商圈罗斯福路4段244巷口，准备要搭乘公车离开公馆商圈时，刚好就被警方逮了个正着。生活范围围着公馆打转转，也使得警方早在周边随时掌握状况，等到嫌疑人又进入了公馆商圈，就可以来一个瓮中捉鳖。其实就在逃避警方稽查的过程中，嫌疑人也被民众发现，出现在台北车站北三门厕所附近。报案后，铁路警察前往拦截，但疑犯已经离开。幸好抽丝剥茧，确定嫌犯在公馆水源市场出没，就发动警网进行抓捕，最终顺利将人送回警局接受调查。不得不说，这次要为新北警方点个赞。从案件受理到嫌犯落网，前后用了20几个小时就收网了。2022年9月7日，犯罪嫌疑人梁志超被移送到新北地检署复讯后，检察官认为嫌疑人梁志超涉嫌杀人及损坏遗弃尸体罪，罪嫌重大，且有逃亡及湮灭罪重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下午6点裁定收押。现在还有2个巨大的疑问没有解决。作为死者梁纳克的亲大哥，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做到如此地步？关于作案的诸多细节和为什么案发现场会如此干净，一度让办案警察提出案犯与胞弟所住的房屋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的疑问。我们现在开始抽丝剥茧，一一击破。嫌疑人被带到警局后，很快交代了首任亲弟弟的犯罪事实。8月31日晚上，因借钱问题和死者胞弟发生口角，由于大哥不满弟弟每次借5000元，累计到5万元都还没有还。9月1日凌晨，大哥趁弟弟熟睡时，手持水果刀刺向弟弟的心脏，弟弟当场而亡。嫌疑人杀害弟弟后，决定开始计划分尸。9月1日早上6点多，他先以菜刀切下头颅，然后当天下午把头颅放入了垃圾袋，并丢到了垃圾车上。9月2日，隔天早上6点，再度继续分尸，狠心一口气分解死者胞弟左右手右脚，之后又在当天晚上7点多把分解的手脚继续丢弃到社区垃圾车当中。由于嫌疑人为躲避警方追击，还特别拿出敬老爱心卡，以搭公交车和走路方式往返双北地区，行经路段包括了北车站、三重、公馆、龙山寺等。承办的警察一度还找不到他逃亡的画面，但由于嫌疑人逃亡时随身带着的红色手提箱刚好就放在公馆某超商，新北警方研判后，确定了嫌疑人回超商领取行李箱时伺机埋伏的抓捕方案。9月6日下午5点多，就在嫌疑人搭乘公交车靠站停车时，警方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归案。警方继续在梁家现场赫然发现，除了先前搜证到的6把刀，还有地上的1把榔头。经过鉴识科初步化验，刀上都有相关的血迹反应，其中还有4把刀更是嫌疑人犯案之后刚刚新买的。警方研判，嫌疑人在分尸过程中可能觉得家中的老菜刀不够锋利，又去新买了4把新刀具，准备继续分尸再用。嫌疑人梁志超到案后情绪非常激动，更不断的指控死者，还声称自己老被弟弟欺负，甚至抱怨他的亲弟弟时常霸占屋内的3个房间，甚至还欠钱不还，才会让他心生不满，引发杀机。警方也在嫌疑人身上搜出了16万5千元现金，行李箱内还装有棉被、衣服。警方认为他早就有计划分尸，犯案后打算逃亡。这里还有个细节，嫌疑人被抓时心心念念的只有他随身携带的16万5千元现金，一直向警察重复：你们要帮我收好，我还是要取回来的哦。关于死者的遗体有缺失，但现场却没有大量的血迹，且屋内也没有打斗迹象，相当干净。一度警方推测，可能住宅并非第一现场，或案犯在案发后有清理过，或是案犯还有其他的作案手法。关于这一点，台湾法医高大成认为，案发的房间就是分尸案的第一现场。他认为嫌犯当时是相当的气愤，而且分尸后有整理过现场，怀疑他年纪大了，体力不够，拉长了作案的时间，才让案件曝光。至于屋内为何血液迹证不多，高大成推断，嫌犯可能是在作案后过了4-5个小时
才开始分尸，所以血液都留在了遗体里。加之案犯作案后有足够的时间收拾打扫现场，所以现场才会出现如此景象。高大成分析嫌犯分尸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家不知道，我认为他可能是很生气。如果是别的分尸案，我认为是湮灭证据，怕人家知道。但任谁看你也知道，这就是你的家呀，你家有谁，不就是你跟死者而已。高大成说，嫌犯留死者的躯干和左脚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高大成怀疑嫌疑人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体力不够，作案过程也跟着拉长了。目前本案下一阶段将要进入庭审阶段，检察方和警方还在搜证补证，最终判决结果尚需等待。但面对73岁的嫌疑人，审判长是不是还会说出那句尚可教化呢？我们拭目以待。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虽然本案的被害人梁纳克为了照顾90多岁的老母亲，经济方面变得拮据，但他也确实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减轻了很多负担。作为家里的老大，怎么就不能在经济方面多分担一点？当然，大象在这里说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总有老的那一天。善待老人，亲善家人，总是我们做人应有的本分。想想看，9个子女一个老母亲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拉扯大的，他仅仅是上厕所慢了一点，你就破口大骂，这人也是没谁了。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关注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